今天一早就看到一个消息，是关于这个 FBI 在美国抓捕了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因为这个信息呢，确实比较令人感觉到惊诧。所以没有第二渠道证实的情况下，基本上来说还不太敢采信，是吧？一直到美国之音今天报道了一个华裔夫妇，是吧？涉及到医学的，那么从他们任职的医院科研单位窃取了一些资料，为自己谋利，在中国开公司，涉及到千人计划。那么很老套的一个故事，这一类的故事呢，其实在美国这一年来，还不仅仅是美国，是吧？西方国家这一年来，应该来说报道的案例有很多了，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案子。那么美国之音的报道中有一个小尾巴最后一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另外，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一名中国政府雇员。因为他合谋为另一些中国政府雇员骗取了美国签证，就是很模糊，但是大概的意思呢能搞懂了。那么被抓捕的这位政府官员应该叫柳宗三，姓柳，这个柳树的柳。现在中美双方对这个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的报道，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知道，这个作为邦交国来说，中美之间互相抓捕正式的政府雇员应该来说是很罕见的，是吧？这位雇员还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这种情报工作人员或者叫间谍，对吧？他应该是主管千人计划之类的，而且应该是一个官僚，他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从他的履历上来看，他担任过这个外国专家局的这个培训中心的主任，办公室的副主任，然后担任过外国专家局机关副书记。那么，因为我们知道，2018年开始，外国专家局并入了新成立的这个科学技术部，所以呢，他现在的职务应该是中国对外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纽约总干事，大概是这么一个职务。因为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涉及到千人计划、涉及到这个盗窃美国科技情报的这些案例，被美国政府给他弄上法庭，该抓的抓，该这个处理的处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例，直接涉及到具体的经办人中国政府官员，而且这个理由呢也非常的牵强。怎么说呢？就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呢，千人计划已经是被两国捅开了。捅开以后，美国这边呢在追打这个项目，中方也开始遮遮掩掩的了。那么作为驻美的总代表，他总要有几个兵，是吧？国内给他派人呢，美国这边不发签证，所以怎么办呢？绕了一个弯子，提供了一些虚假的证明，那么用街医签证进入美国，就访问学者、人才交流这一类的，那么进入美国，这个东西呢，你说他合谋利用虚假的这个信息来欺骗美国政府，以帮助他的同事，其实也是中国政府雇员，帮助他的同事进入美国，获得美国签证。也能说得通，是吧？但是毕竟还是很牵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抓捕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不涉及到政府身份。
唯一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是在比利时被抓捕的一位，据说是中国安全局的官员，那么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受审，是吧？这是被称为美国抓捕中国情报官员的，其实也是通过司法合作，就跟那个抓孟晚舟性质是一样的，对吧？那么抓孟晚舟是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因为司法合作，在这个框架中抓捕的，不管他最终的身份是什么，抓捕他的时候，他毕竟只是一位华为公司的一位雇员，是吧？即便是高层，他只是一个企业的雇员。那么从比利时引渡过来这个呢，不说是不是美国人抓的啊，那么即便是抓了，他的政府雇员的身份是没有得到双方确认的，因为我们知道中方一直在强调，尤其是安全部门一直在自己的哪怕是行业内部的会议上都在宣布，中方没有任何一位担任着公职在国外被抓捕的现象啊，基本上就是公众不可能知道中国政府的正式雇员，哪怕是情报官员在国外被正式抓捕，这个没有，基本上都是通过幕后的交换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美国政府抓捕了以后，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逃离了美国，然后回到国内，譬如说安全部门、情报部门给他授勋了啊，立功受奖了，但是这也是事后被认定是情报官员。那么在美国被抓捕的过程中间，只是一种嫌疑，对吧？最出名的应该是曾大军。他被捕前是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现任主席。那应该来说，被抓捕的过程中间，只是怀疑他有情报工作的背景。那么他逃离了美国以后，回到中国获得了2等功。那么从他目前得到的待遇上来看，应该可以证明他是情报工作人员，但是在美方抓捕的过程中一直没有确认他的身份，所以在保释期间被他潜逃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呢，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员，迎来送往的，是吧？你办公室主任这一类的职务，说到底一句话，就是一个办事员。那么他被抓捕，其实显示的信号并不好，因为中美双方在很多方面的暗战已经开始明朗化了，而且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抓捕了以后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告，那么新闻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这样受国会拨款的类似于中国央视的这种媒体，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它，说明它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极有可能改变中美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对立的这种态势。现在看起来是日趋激烈了。我们原先看到的一些只是涉及到边缘的，对吧？涉及到个人，涉及到这个很隐晦的想表达的一些观点，从今天开始其实有了一个突破。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郑重的看待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从纽约传递过来的消息，一直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应该来说是有第二渠道可以证实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现实，那么我们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它。中美双方的对峙不仅形成了，而且已经开始有正式的动作了。这不仅仅是双方之间，打这个舆论战，是吧？口角，或者说有一些过激的言论，其实已经不是了。FBI 出面抓人，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他是不会抓的。那么，尤其是涉及到政府雇员，那么美国之音明确的传达了美国司法部的这种通告。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抓捕了一名中国政府雇员，这其实是一个性质非常严重的事件。
我不知道两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它。其实这种事儿，既然有了第一次，极有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目前我们不一定能看到对等的措施，中方很难在这个时刻挑起在中国抓捕美国官员这种外交事件。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千人计划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败笔了。甚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涉及到千人计划的这个宣传也被相当谨慎地遮掩了起来。在千人计划被曝光的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科学家，或者说原产于中国的这些科技工作者，即便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也不停地在各个国家向自己的祖国传递着科技信息。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名誉，更多的人是为了金钱。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案例就是，你在一个公司上班，涉及到他研制的一些项目，然后呢，你带着科研成果跳槽了。我们知道，在大多数国家，一般来说，法律是不允许你利用职务获得的这些资料来创立新的公司，来鲸吞由前一家公司你曾服务的公司花大价钱、花大力气，去研发的这些成果的。但是在中国，这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我们其实，在千人计划中看到了很多，在国外的科研机构服役，然后利用工作之便窃取了人家的这些科研成果，在国内克隆一个科技公司，甚至反向来超越人家因为你成本低廉，对吧？那么很多这种案例在过去的10来年中被揭露出来的有很多，最近1-2年更加密集。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现在美国由政府出面直接抓捕了千人计划的协调者迎来送往的这个窝点被端掉了，驻美的这个总代表都被抓捕了。所以我一直在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看它的趋势。中美之间，它现在的对峙已经逐渐形成，这一个一个被揭示出来的这些现象，都像一根根钉子一样。再往后过一些年，我们可能把它会认同为一种里程碑式的这种标记。好了，谢谢大家，再见。